1962年10月，印度总理尼赫鲁忽然下达命令，要求军队对中国发动攻击，而中国也迅速做出了军事上的回应。这次事件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对印自卫反击战。但是这场战争在后世被提起的时候，却往往没有其他战争的基调那么严肃。由于印度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，以至于整场战争蒙上了一层喜剧的色彩。印度对于中国的军事行动，当时不仅惊动了整个亚洲，远在大洋彼岸的麦克阿瑟也得知了消息。当时麦克阿瑟对印度做了一句直白且精准的评价：我不清楚尼赫鲁到底怎么回事，他居然敢向中国陆军发起进攻。只有一种可能，他的脑子出现严重的问题。要知道，麦克阿瑟这句话可是在记者采访的时候当着许多人的面说出来的。作为美国的热点人物，麦克阿瑟这番话毫不意外地登上了国际新闻的头条，更毫不意外地传到了印度人的耳中。当时战争刚开了个头，所以印度国内对这番话的反应是愤怒加批判。当时的印度已经敢和中国爆发军事冲突了，可见傲慢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。麦克阿瑟这样一个淡出政坛多年的军官，自然就更不被印度人放在眼里。不少印度人对着报纸大加嘲讽，并一心期盼着印度军队在前线获得胜利，狠狠地打麦克阿瑟的脸。当然，几天之后，这些印度人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双方打了几仗之后，印度人意识到麦克阿瑟的话说对了，印度这点实力去和中国陆军打仗，不是疯了，能是什么原因？关于印度和中国之间这场猝不及防的战争，其实要追溯到印度的殖民时代，可以说是英国人埋下了战争的种子。英国占领印度期间，他们以印度为根据地，不断地侵占中国的领土。当时从西藏到新疆都深受其害。后来这两大地区出现的一些疆独、藏独分子，也都和英国政府有所勾连。1914年，中国动乱之际，英国趁火打劫，直接找到了当时的西藏统治者谈判，划定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，将9平方公里的土地非法割让给印度。这条线中国政府是不承认的，但是印度独立之后却死死地抓住英国人当年划定的疆界线不放，非要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。而且在遭到中国的拒绝之后，印度开始在边境线上煽风点火，一方面大力地支持藏独，将独分子分裂中国，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招兵买马，在边境线上囤积重兵，意图掀起战火，以武力的方式非法夺取我国领土。英国当然也在背后推波助澜，中国的混乱正是过去的西方殖民者想要看到的。在多方势力的加持之下，西藏的藏独分子一度十分猖獗，并且在西藏多次制造叛乱。不过1959年，新中国政府以强硬的态度平息了西藏的叛乱，粉碎了印度等国家的阴谋。可是一计不成之后，印度方面更加恼羞成怒，尼赫鲁直接放任军队在边境烧杀抢掠，伤及无辜，对于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。当时以周总理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们正在极力推动第3世界的和平对话，希望能够以此反抗来自西方世界的压迫。然而印度却偏偏要成为这个反叛者，他们对曾经的殖民者卑躬屈膝，对于和自己同属第3世界国家的中国却心生歹念。当时的中国外交环境并不乐观，西方国家对我们百般孤立，和苏联的关系也渐渐从蜜月期走入了僵持期。因此当时我们必须要维护好和第3世界国家的关系。所以虽然印度频频挑衅，但中国始终不愿意武力回应，而是希望能够和印度在谈判桌上解决这个问题。周总理希望尼赫鲁能够站在国家和人民的角度考虑，如果中印之间关系彻底破裂，那么最终受苦的依然是平民百姓。但尼赫鲁显然不这样想，他把中国此前的客气当成了一种妥协。所以在后来的书信之中，尼赫鲁直接狮子大开口，要求周总理承认印度对于西藏某些地区的控制权。更令人惊愕的是，尼赫鲁还在不知不觉之间搭上了赫鲁晓夫这条线。由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，所以赫鲁晓夫想要在亚洲扶持一个新势力。在这种心态下，赫鲁晓夫开始不断地援助越南、印度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，希望能够逐步地瓦解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。虽然苏联始终看不上印度，不过在赫鲁晓夫看来，只要能够打压中国的，就可以暂时为苏联所用。赫鲁晓夫也很明白尼赫鲁最想要的是什么，
所以1959年底，赫鲁晓夫在会见新中国一众领导人的时候，便公然提出，一切都是中国人做错了，你们不应该放跑达赖喇嘛，更不应该擅自与印度军队交火，这才导致尼赫鲁想要使用武力。随即赫鲁晓夫假惺惺地做出一副调停者的姿态，他对毛主席说，完全可以放弃一部分领土交给印度来管理，这样可以平息两国之间的矛盾。但是毛主席很明白，这是苏联在利用霸权主义威胁中国，如果今日妥协，那么今后土地换尊严的事情只会多不会少。所以毛主席当场便断然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要求。赫鲁晓夫没料到中国如此直接，当场拂袖而去。尼赫鲁的算盘又一次落了空，可是他这个人是永远不会死心的。边境线上，印度的军队依然在找麻烦，毛主席和周总理甚为担忧。不过当时所有人依旧认为，这样的冲突会被控制在小范围之内，而不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。毕竟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之下，无论我们和印度在边境线的问题上闹得有多难看，但终归还是同属于第三世界国家，有外交上的需求。再说从实力上而言，印度再过20年也未必赶得上中国，尼赫鲁就算再疯狂，也不至于干出蚍蜉撼树这样的蠢事吧。的确50年代尼赫鲁只敢在边境线上做一些小动作，他自己也并非不明白战争的代价。但到了60年代，尼赫鲁却突然如同吃错了药一样，决心用大规模战争来解决问题了。尼赫鲁的态度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转变，是因为他对中国和印度的实力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产生了误判。无论什么年代，中国人民想到印度，第一反应就是落后二字。印度由于长期的殖民历史，加上独立之后混乱的政治制度，导致他们的发展空间十分狭窄，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条明确的出路。和中国历来面对的那些强大对手相比，印度确实是比较不值一提的。但印度自己未必这么想，尤其是60年代，正是印度的心态最为膨胀的一段时间。甚至全世界许多国家也在60年代会高看印度一眼。从表面上来看，印度从建国以来的确一直在走发展路线，军队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充。同时他们在50年代末先后和苏联、美国打好了关系，两个大国由于顾及印度敏感的战略位置，所以都对他采取了比较宽大的政策，甚至不断地扶持印度。这一切导致印度在60年代出现了一个阶段的虚假繁荣。而相比之下，当时的中国却正处在一个最艰难的时期。我们同时得罪了美国与苏联两个大国，国家的对外渠道又相对封闭，看起来发展空间已经完全被堵死了。加上印度自建国以来其实采取过很多军事行动，这些军事行动主要针对印度旁边的一些小国，比如说巴基斯坦、尼泊尔、锡金等等。印度的军事实力在中国看来很差，但放在南亚地区，由于其他国家的实力更弱，所以反而衬托的印度的军事实力异常强大。多年征战之后，印度甚至成为了南亚的一方霸主。印度对于南亚其他小国所做的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者行为，而众所周知，中国是不会去主动侵略其他国家的。建国以来，一直到对印自卫反击战爆发的60年代，这几十年间，中国的军队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，打的战争基本都是自卫性质。所以在对外展现出的攻击性上，当时的印度要远远高于中国。所以在60年代，一些人产生印度可能强于中国的判断，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。当然，只要稍微研究一下，就会明白印度强于中国属于痴人说梦。但尼赫鲁显然没有认真做研究，他认为眼前的虚假繁荣是真实的，印度可以在军事上和中国一较高下了。再说，如果印度侵略中国的行为真的成功，那印度就赚大了，可以彻彻底底地成为整个亚洲的霸主，成为世界认可的强国，曾经眼馋的领土会收入囊中，国际地位会得到空前的提高。但是尼赫鲁脑子不清醒，此刻作为旁观者的麦克阿瑟脑子可清醒得很。虽然他的带兵能力一直为人诟病，但他可是实实在在与中国军队打过仗的。抗美援朝战争给麦克阿瑟留下了终生无法磨灭的印象。抗美援朝发生在50年代，当时中国军队的实力当然比60年代要更差，美军武装到牙齿，而我们的战士连基本的御寒棉衣都未必备齐，后勤线被美军破坏得一塌糊涂，人数上不占优势，空军力量约等于0。在当年这样的实力对比之下，麦克阿瑟认为
自己将打一场必胜的战争。但事实很快让麦克阿瑟大跌眼镜，中国志愿军在装备上的确不强，可是在战略战术上却异常先进。在几次战争之后，麦克阿瑟就意识到自己遇上了一个恐怖的对手。麦克阿瑟在遇见中国志愿军之前，还曾经放出豪言壮语，说可以在圣诞节之前结束这场战争。结果中国志愿军一来，美军被打得阵脚大乱，死伤无数，美国人为他们的侵略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而麦克阿瑟本人的军事生涯也几乎交代在了朝鲜战场。麦克阿瑟本来有着竞选总统的野心，可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，麦克阿瑟多次决策失误，导致他在国内的威信一落千丈。美国政府本身就对麦克阿瑟独断专行的作风十分不满，所以干脆借此机会卸掉了麦克阿瑟的兵权。麦克阿瑟本来怒气冲冲的要动用核武器，在朝鲜战场上对中国复仇，可惜还没找到报复的机会，就被强行召回了美国。随后他渐渐淡出政坛。过了几年，他的头脑慢慢冷静下来，开始重新复盘这场战争，才发现解放军的每一步战略都是有条不紊的。美军靠着武器上的优势就想战胜中国，显然想得太简单了。麦克阿瑟对中国恨之入骨，可是他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军队有着强悍的实力。所以在麦克阿瑟看来，尼赫鲁对中国发动战争完全是自杀行为。印度的军队发展水平不过如此，可能还赶不上50年代的美军，当年的美国人尚且赢不了，今天的印度简直是上去白白送死。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结果是，中国方面牺牲722人，负伤697人，印度方面4885人死亡，3968人被俘，双方的伤亡数字十分悬殊。更让印度人无法接受的是，他们本来叫嚣着要占领西藏，然而由于印军过于不堪一击，他们非但没有进入西藏，反而我军一路打到了印度达旺地区。这一战，中国解放军捍卫了国家尊严，印度的大国梦则就此破碎。全世界由此发现，60年代印度繁荣的表象之下，依然是一个脆弱不堪的国家。当然，印度依然是一个不省心的邻居，边疆之地从未平静。今日的中国仍需要加强警惕。